如果你是外籍，并且你以后想要回到中国长期生活，外籍能够买的医疗险最便宜的只有几百块，但是贵的它可能要几万到十几万一年。那这个便宜的跟贵的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买贵了，有可能你要白花好几十万，还用不上浪费。但如果你选的是便宜的，也不一定省钱，因为有可能当你真的想用的时候会用不上。今天这条视频我会讲清楚3个问题：第一，你能不能买中国的医疗保险；第二，从500块到每年几千万把块，再到每年几万、十几万的医疗险，它到底有什么区别？第3点，我还会讲几个外籍朋友容易犯错、多花钱的小地方，以及几个省钱的小技巧。在正式了解产品之前，你要先知道你自己能不能买。其实很多商业医疗保险是用护照就可以直接投保的，但是对于外籍朋友来说，有3个非常容易踩坑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常见的年龄问题，比如这里写70岁啊，它的意思不是说你70岁之后就不能买了，这个70指的是首次投保的年龄。如果咱们70岁之前买进去了，以后71、72一直到8、90岁，一直到105岁都是可以一直续保的。但如果说你70之前没有买过这个产品，70岁之后第一次投保的话，那不好意思，这个产品你买不了。很多医疗险产品它的首次投保年龄是限制60岁、65岁或者70岁。总的来说，你年龄越大，你可选的产品就会越少。如果到了80岁以上，有可能只有1款或者2款你可以选的产品。所以如果你以后想要回到中国长期生活，最好是在60岁之前开始看医疗险产品，这样你的选择才会比较多。第二点更重要，但是很多人都会忽视，那就是居住时间。很多国内的医疗险，它的居住时间都要求至少在中国境内是183天。如果说你是两国跑，有可能你达不到183天的话，那你就一定要看好我们的医疗险产品上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要不然当你理赔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第3点就是，如果你得过肿瘤啊、冠心病啊或者比较严重的疾病，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以后买不了医疗保险了。国内的医疗险进步是很快的，即使你之前得过肿瘤，也有免告知的医疗险是可以选择，甚至3年之后它还能把你之前得过那个肿瘤再重新保进来。咱确认了自己能不能买之后啊，我就要开始讲解从500到5000再到5万再到10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产品，它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同样是医疗保险，它的差价有这么大？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除了年龄之外，你会发现它们的免赔额和保额之间差别并不是很大，价格的主要差距就在于它可以覆盖的医院范围。也就是说，我们选择医疗险本质上是选择我们去什么医院看病。比如这个低配版，20、30岁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他的年费就是500元一年。如果年龄大的话，保费自然而然也会贵一些。低配版它对应的就是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普通部的价格其实是很便宜的，对应的医疗险费用自然也就不贵。挂号、抽血化验，还有 B 超，还有 CT， 这些费用一套加下来，大多数情况是几百元，多数情况下也不会超过1、2千元。但是住院呢，通常就是多人间，就比较拥挤，人比较多，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长。那你千万不要觉得普通部就是什么时候都很便宜。如果我们需要长期住院，或者说我们生了比较严重的疾病，这个费用也是很可能到10几万、几十万的。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普通部就医，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最低配的医疗险，最本质的作用是花相对不多的钱来起到避免咱们大病返贫的效果。那如果你觉得说我还想要更好的医疗环境，我想要去特需部就医，但是你的医疗险却只买了普通部的责任，那真到你就医需要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特需部是没有办法报销的。中等版还有终身版这2个对应的都是公立医院的特需部，它其实是政府公立医院里头的高端一点的医疗服务，就医环境不用说肯定会更好，那挂号费用也会高一些，可能是在600到1000元左右。如果你需要住院，那床位费是要在1000元到4000元左右一天，检查、化验等等的费用啊，对应的也会水涨船高，也会更高一些。国内的政府医保其实也是很少会包含特需部的费用的。如果你想入住特需部，要么就是你自己自费，要么就是你要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如果你希望的就医环境是特需部这样，那你买的医疗保险只是普通部的低配版，那对不起，你有可能理赔不了。再来看这个高端版本啊，它对应的就是私立医院，环境不用说肯定是更舒适，费用呢跟美国自费来比，它的门诊是差不多的，急诊、CT、MRI 这些啊，基本上都是要比美国的自费费用要再低一些。当然具体的差异是要以医院为准啊。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你不要觉得私立医院贵它就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在我们国内的医疗体系之下，
下，最顶尖最好的医生基本都是在公立医院。如果我们不幸生了比较严重的病，比如肿瘤，比如白血病，国内公立大3家医院的医生往往才是最权威、最让我们放心的。再回到医疗保险上，这种高端版的医疗保险，它的价格就贵在服务体验，还有医疗网络。如果咱们本来就要去私立医院，或者说咱需要英文服务，或者需要更好的就医体验，或者我们需要港澳台、需要亚洲、需要全球这样的一个医疗服务范围，那高端医疗保险就很有价值。那如果你觉得说我最后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中国国内，并且我看的医院大概率是公立医院的特需部，那我们买到高端版这一层有可能就用不上。所以我们买医疗险之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先想清楚我希望去什么样的医院就医，然后再根据自己想去的医院选对应的产品。公立医院的国际部综合来说，医疗资源、价格还有环境这3者是比较平衡的，所以很多长期回到中国并且他不太适应普通部环境的朋友啊，他们更愿意去选择特需部来就医。那对应的医疗保险上，他们就要重点对比中等版和终身版。讲完了产品，就要说3个常见的误区，如果你不注意，有可能要多花10几万甚至几十万。3个误区同时也是3个省钱的小技巧，大家要记住了。第一点，对于很多外籍朋友来说有点反常识，就是门诊它不一定要加。讨论加不加门诊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我们全自费，那这个门诊到底1年要花多少钱？比如普通感冒，化验需要几十元到几百元，药品费用可能花100元到300元，特需门诊费用是600到800，但如果是普通门诊只需要10元到20元。如果每年2次感冒的话，那我们就算这个费用是1500元。比如说有慢性病，我们就以糖尿病为例啊，如果并不严重，它只需要服用2甲双胍等等基础药，再加上门诊费、检查费，1年的费用大概是要4000到8000元。如果这个人血糖控制不太好，他可能需要胰岛素等等更多药物啊，那他每年的门诊费用要花到15000到2万元。也就是说，一个70岁左右有糖尿病，同时每年可能感冒个1-2次的人，他的门诊费用可能在几千元到2-3万左右。那如果附加门诊呢，对于50岁到70岁左右的朋友，他每年要额外多加1万元到3万元不等。对比这2个数据，我们就发现门诊不是一定要加，而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来预估我自己自费门诊的价格和用门诊责任来覆盖保费2个的价格的区别。第2点也是很多人都忽视的一点，如果说咱们是外籍想要回国养老的话，增值服务比如说陪诊、护工，这些都比咱们想象的要更加重要。如一个外籍老人刚刚回到中国，虽然他是会中文的，他根本就不熟悉现在医院的流程，因为现在很多医院都是在手机上预约，看检查单呀、取报告等等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如果说咱们的子女是在国外，那他只能隔着时差远程帮忙，要老人一个人在医院里跑其实是很累的。而且真正麻烦的并不是看医生的那几分钟，而是咱们看医生前后的流程，挂什么科、约什么检查，报告出来之后找哪个医生看。如果万一需要住院，那谁陪床、谁来护理、谁来照顾他、谁来处理检查、处理用药。所以陪诊、护工、执付这些服务啊，它不是锦上添花，是咱一个人在国内看病的时候能不能顺利就医的这样一个服务。还有一些产品的增值服务，它可以点诊到指定的医院、指定的科室、指定的医生，这个在我们需要特定医疗资源的时候也很重要。如果你的医疗保险有这些增值服务，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联系你的经纪人来协助你申请。第3点就是，如果你确定你以后终身要在国内养老，并且你是很需要特需部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种1年1年交保费的更划算，还是这种终身的一次性或者5年、10年、20年交保费更划算。那这种终身的它不是第4档更高级的医疗险，而是一个长期的支付方式。比如一位50岁的男士交10年保终身，他每年的保费是3万8，10年也就是38万。在他85岁的时候，保费是可以110%的返还，也就是返回来41.8万。那如果他选择的是年费的产品，50-60岁的时候每年交1万左右，70岁的时候他有可能要交将近2万，80岁、90岁以上他的费用就会更高。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算一下，到底怎么样交费是更划算的。而且这款终身产品的特点是，它的增值服务，比如指定医生，比如陪诊，比如护工，可以最多给全家4个人来使用，所以它非常适合以家庭为单位来规划。如果你需要计算哪个产品更划算，可以来找我帮你计算。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回复的。如果你需要视频当中提到的任何一款产品的资料，可以在主页找到我的联系方式。